我不是在敲游戏代码吗？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我竟然穿越进了游戏里，还穿成了一个用来给太子替死的冷宫皇子 NPC。19皇子，跟我们走一趟。你们要带我去哪儿？太子殿下大婚，请你去东宫喝杯喜酒。太子大婚，今夜就是元神被设计替死的日子。果然是这里，太子和太子妃的婚房。合欢伞还是烈性的，这帮人还真是看得起我。19皇子，太子妃娘娘醉了，劳您照顾片刻。万象命图激活，开始解析天命。人物：苏清苑，命格：红颜薄命。大婚之夜被下药，与假皇子秦墨共处一室，被当众捉针，为证清白，撞柱而亡。撞柱而亡，好狠的计策！原来如此，用我的命换他的运。皇帝、太子、满朝文武，全都参与其中，把我当成祭台上的牲畜。19弟，你怎敢做出如此禽兽不如之事？玷污皇嫂，罪无可赦，请陛下降旨诛杀此烈。好一出大戏，可惜这个剧本该改了。秦墨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玷污皇嫂，行此禽兽之举！秽乱宫廷，大逆不道，按律当诛，国法不容，天理难容啊！老为皇子，这是皇室之耻！青瑶，青瑶，19弟，你怎能做出此等禽兽不如之事？还愣着干什么？将这对狗男女给本宫拿下！就地正法，以儆效尤。太子皇兄，你就这么急着要我的命吗？死到临头还敢狡辩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人证物证。张公公，1刻钟前是你亲自来宗人府传话，说太子皇兄在此设宴召见。怎么，太子殿下召见臣弟，就是为了让我看这出大戏吗？奴才。李大人，你说我用药玷污皇嫂，不知你指的是皇嫂醉酒前由她贴身宫女春桃递上的那杯醉春风，还是这炉中本该点燃着助兴迷香的香灰？放肆！事已至此，由不得你巧言厉色。统领大人奉太子密令前来捉奸，既然说是迷香，你不亲自上前验一验这香灰，看看里面究竟是何物？验！
这只是普通的安神香。1个时辰前，太子大婚，5天同庆；半个时辰前，皇嫂不胜酒力，被宫女扶走。1刻钟前，张公公引我至此。现在，诸位大人与禁军恰好一同赶到。太子皇兄，你这出构陷手足的大戏排练了多久？是为了除掉我这个眼中钉，还是单纯忌惮我这个挡灾的假皇子会爱了你的青云路？你血口喷人，你胡说八道！我胡说，还是你做贼心虚？你这个贱种，一个用来挡灾的替死鬼，竟敢反咬本宫！我今天就亲手宰了你！陛下驾到！参见陛下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父皇，你要为儿臣做主啊！这个孽障，他竟敢玷污庆元，罪该万死！孽障，见了朕，为何不跪？儿臣被人构陷，心中坦荡，跪天跪地跪父母，不跪这不白之冤。陛下，此子狂悖无礼，罪加一等，请陛下降旨，将其严惩。好一个不跪不白之冤！朕不管你们谁是谁非，你身为皇子，与皇嫂深夜共处一室，衣衫不整，便是天大的罪过。来人，将这个不知廉耻以下犯上的逆子给朕拿下，打入天牢，听候处斩。遵旨。工具人果然只是工具人，连演戏都懒得演了吗？万象命图开启，窃取大玄皇帝龙运一丝。陛下，你怎么了？父皇可知，以皇子之身行替死之事，本就违逆天道。我秦墨生来就是为太子挡灾的替死鬼，这一点满朝皆知。皇室以此苟且之法窃取安宁，已是天理难容。今日父皇若再以莫须有之罪冤杀儿臣，天道循环，报应不爽，大玄国运必遭反噬。皆是天灾人祸，宗庙动摇。哼，这代价，父皇担待得起吗？将他暂且收押，此事待朕查明。还活着。一个女人而已，能为本宫的大业铺路，是她的福气。青瑶，你醒了，快告诉父皇，这个畜生是怎么对你的？太子妃，有朕在此，你但说无妨。将实情道来，朕必为你做主。他明明可以顺水推舟，将一切罪责推到我身上，但他没有。他揭开了所有算计，也保全了我的名节。启禀父皇，快说，是不是秦墨这个逆贼玷污了你？儿臣在大婚宴上只饮了一杯宫女春桃所敬之酒，便人事不省，醒来便在此处。期间发生何事，儿臣一概不知。但儿臣可以断定，此事绝非19皇帝所为。你说什么？苏清瑶，你疯了！ 19皇帝方才所言句句属实，
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构陷，不仅是为了陷害皇帝，更是为了牺牲儿臣毁我名节。你的意思是，太子在构陷你？儿臣不敢妄言，但公道自在人心。很好，第一步棋活了。你这个贱人，吃里扒外的东西！本宫让你作证，你竟敢反咬一口！父皇若是不信，儿臣还有证据。你还能有什么证据？苏清英，你敢背叛本宫！说，把你知道的全部说出来。儿臣在大婚宴上所饮的醉春风，并非寻常御酒，而是西域贡品，药性猛烈，能使人神志不清。在大玄宫中，能接触到此酒的，只有3人。你究竟想要说什么？其一是掌管贡品的父皇您，其二是掌管内务府的太子殿下，其三便是将此酒亲手送到儿臣手中的太子殿下的贴身宫女春桃。奴婢冤枉，奴婢什么都不知道啊！不知道，那下药的香炉为何会出现在19皇帝殿中？引路的太监又是谁的人？只要彻查，所有线索都只会指向一个地方。该收网了。够了！此事朕自有决断。19皇子秦墨癫狂失智，冒犯皇嫂，本应处死，但念其无心之过，从即日起废除秦墨皇子身份，终生禁足宗人府，收回所有俸禄待遇，无朕旨意，不得踏出半步。走吧，废人。秦墨，你这个贱种，我绝不会让你活过今晚。好好享受你的新家吧，前殿下。这是你今天的晚饭，可别饿死了，往后可就没这么好的待遇了。笑壁囚笼，可笑。这里是我的龙巢。新手任务：绝境翻盘，气运东城。主线任务开启，潜龙在渊。此次任务：窃取皇室底层溃散气运，壮大己身。别那么得意，这场游戏现在才真正开始。呸！这鬼地方真不是人待的。哼！喂，废人，吃饭了？哟，还当自己是殿下呢？一个替死鬼，还真把自己当主子了。赶紧吃，吃完这顿，下顿还不知道有没有呢。狗眼看人低也好，越是无人关注，我行事才越方便。怎么不服气？不服气你去跟陛下说啊！他现在连这门都出不去，还见陛下？做梦吧！磨蹭什么？没用的东西，还不快滚去干活！二位公公恕罪，
奴才这就打扫干净。此人命格虽然灰白，却有一丝不甘之气，倒是可以利用。就是这里，前朝留下的密道入口。我果然没有记错，是翠谷草和3块下品灵石，都是为我招兵买马起了大作用。你想不想换一种活法，不再被人践踏，堂堂正正的活下去？你说什么？奴才不懂。跟着我，我让你不再是任人踩踏的蝼蚁。奴才小栗子愿为主人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很好，从现在起，你就是我的眼睛和耳朵。万象命图，炼化。体质改造完成，进入淬体一重。太子、皇帝，你们想不到吧？这宗人府困不住我，这天下也终将是我的。下一步，就从你们大玄的龙脉气运开始。这就是宗人府，这不是人待的地方。哟，我们尊贵的19殿下怎么干起下人的活？19弟，皇兄我特地带人来看你了，怎么样？这宗人府的滋味还习惯吗？放肆！太子殿下跟你说话，你聋了吗？太子大驾光临，不知有何贵干？若只是来看我这替死鬼如何苟活，那现在看完了，可以走了。好一个苟活！秦墨，你还真是不知死活！你以为父皇留你一命，你就能安稳度日了？一个玷污皇嫂的废物弃子，活着就是皇叔的耻辱。本宫今天来，就是给你一个机会，跪下，给我磕3个响头，发誓永世做我脚边的一条狗。本宫或许可以大发慈悲，让你在这宗人府里活得像个人样。跪下！皇兄最近修行似乎不怎么顺心啊。我听说你为了突破淬体3重，3个月前就服下了父皇赏赐的龙血丹，怎么至今还卡在瓶颈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哦，对了，上个月青州进贡的那批紫玉行，不是说在路上被山匪劫了吗？怎么我听说前2天兵部侍郎赵大人府上就多了一件一模一样的贡品？他怎么会知道这件事？你血口喷人！你一个阶下囚，从哪儿听来的无稽之谈？皇兄这么激动做什么？我不过是道听途说罢了。皇兄有时间带人来我这宗人府耀武扬威，不如多花点心思在朝政上。毕竟结党营私、私吞贡品这2条罪名，哪一条都够你喝一壶的。你这个贱种，你敢威胁我？我只是在提醒皇兄，与其费尽心机踩碎我的尊严，不如先想想怎么保住你自己的太子之位。反了，真是反了！来人，给本宫掌嘴！今天我就让你知道谁才是主子！太子皇兄好大的威风啊！父皇只是敬服19皇兄，可没说让你来这里私设行堂吧？参见9公主。九妹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此地污秽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我若不来，岂不错过了皇兄在此私设行堂的威风？本
宫是在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贱。皇兄慎言，父皇虽废了他的皇子名号，但到底是皇家血脉，一口一个贱种，传出去，丢的是皇室的脸。好，连你也帮着这个废物！本宫今天就算受罚，也要先废了你这个孽障！淬体2种，太慢了。你的力气，万象命图，窃取！我的修为，我的灵力怎么会？太子殿下这是怎么了？他好像被19皇子帮了一下，就倒了。他到底做了什么？成功窃取大玄太子半月修为，宿主根基稳固，命途等级提升，解锁新能力气运探查，可探查目标将气运强弱，锁定可窃取机遇修为。太子皇兄，多谢你的大礼，这场狩猎现在才真正开始。秦墨，你给本宫等着！喂，你刚才到底做了什么？皇兄他怎么会？公主看错了，皇兄只是近日操劳过度，有些体虚。你骗人！我明明看见。公主若是无事，还是早些离开这晦气之地吧。出来。主人，今天的事想办法不经意的传出去，我要让宫里所有人都知道。奴才明白。哥，你说他会不会报复我们？闭嘴！进去之后机灵点。殿下，这是御膳房刚做的莲子羹，您趁热用。往后您的膳食，奴才们一定亲自盯着，绝不敢有半分差扯。放下，滚！这就怕了，好戏还在后头。那个贱种，他到底用了什么妖术？殿下息怒，当务之急是封锁消息，绝不能让陛下知道您修为受损之事。现在整个皇宫都传遍了，本宫的脸都丢尽了，那更要永绝后患。殿下不能再等了。你说的对，不能再等了。秦墨，此人是不会跟本宫争的。立刻送出宫，亲手交给我舅舅。告诉他，计划提前，不惜任何代价。我要让秦墨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宫里的流言，你都听说了？回陛下，奴才略有耳闻，都说19殿下他……说他什么？说他有鬼神之助，还是说他脱胎换骨，能将太子当众击倒？奴才不敢妄议，宫中传言多有夸大，不可尽信。夸大？太子修为倒去，狼狈而归，这是不是真的？
龙溪也在场，这也是真的吧？是真的。一个替死的工具，一把钝了的刀，突然变得锋利了。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？奴才愚钝，朕倒要看看你这把刀究竟藏着什么秘密。传朕旨意。19殿下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19皇子秦墨禁足期间闭门思过，颇有悔意，朕心甚慰，特开恩典，即日起解除部分禁足，允其出入皇宫各处偏殿藏书阁。钦此。殿下，接旨吧。陛下仁慈，给了您改过自新的机会，您可要好生珍惜呀。劳烦公公走一趟。此子心性竟沉稳至此，真是深不可测。主人，您终于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。恩典，不过是把我从一个小笼子换到了一个大笼子。既然把鱼饵放到了我嘴边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太子皇兄，你的机缘，我来替你收下了。恭送19殿下，殿下晚安。只可惜，你放我出来，就别想再把我关回去了。这偌大的皇宫，可处处都是为我那位好皇兄准备的惊喜啊！太子，你少年奇迹的第一个大机遇了。按照剧情，你明天才会无意中发现。抱歉，他不会等你了。找到了，洗髓灵果能洗尽法髓，重塑根骨。有了它，我这具平庸的身体才能真正成为修行的容器。截胡天命之子，太子一阶机缘，洗髓灵果成功。窃取天命气运500点，宿主根骨资质由中下提升为绝品。这才只是个开始。这假山怎么好像有点不对劲？本公主记得这里就是个普通的假山啊，怎么会有个洞？你是哪个宫的下人，竟敢私闯御花园禁地？本公主在问你话，你是哪个宫的奴才？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藏在这里？19皇兄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九妹不也在这里？我可是父皇最宠爱的公主，这宫中我想去哪儿便去哪儿。倒是你，一个被禁足的废！站住！本公主没让你走，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，休想离开！这丫头倒是和剧情里一样刁蛮，但也单纯。
凤鸣玉佩灵气将散，此地乃阴煞汇集之处。九妹还是时早些离开为好。他怎么知道我母妃留下的玉佩灵气在消散？公主，您怎么了？这个19皇哥好像不一样了。你们都在外面守着，没有本太子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遵命，殿下。父皇曾说，我身负大气运，待我得到灵果，突破瓶颈，看那秦墨还如何与我斗。怎么会这样？灵果呢？我的灵果呢？是谁？究竟是谁？竟敢夺我机缘！说，昨天到今天有没有人来过这里？殿下饶命！此地偏僻，除了巡逻的侍卫，绝无人靠近啊！废物！一群废物！我的好皇兄，这才只是开始。你命里所有的机缘，你引以为傲的气运，我都会一一取走。我会让你亲眼看着自己从云端跌落，最后变成一个一无所有的废物。目标太子气运衰减，宿主获得气运值200点。新的天命机缘已锁定，未来武神林策。未来的武神，现在该轮到我登门拜访。万象命图指引，未来的武神，大玄朝最锋利的剑，林策就在此处。可惜你在游戏中跟错了人，陪着太子一起万劫不复。这一次，你的忠诚该换个主人了。别靠近我！你想做什么？救你！我与你无亲无故，为何要救我？因为你叫林策，是镇北将军林啸之子。你究竟是谁？你怎么会知道我的身份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我知道你林家满门忠烈，却被奸臣张昭构陷，背负叛国之名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！我说，我可以帮你翻案，让张昭血债血偿。你说的是真的？你真的能帮我？我从不开玩笑。可我凭什么信你？你是皇子，张昭是朝中重臣，更是太子的人，你为什么要帮我这个叛臣之子？因为张昭是太子的一条狗，而太子才是你真正的敌人。除掉你父亲，既能让他掌控北境兵，又能除去一个不听话的，一石二鸟，这才是他的算计。不可能，我父亲对他忠心耿耿，怎么会？
在他眼里，只有棋子。他早就知道你的存在，等你走投无路再出来施以援手，你自然会对他感恩戴德，为他卖命。太子张昭，现在你还觉得你的仇人只有一个吗？殿下为何要与太子为敌？又为何选择我？因为他的路走错了，而这个天下不该交到他那样的人手上。至于你的修为，我不仅能让你恢复，还能让你变得更强，强到足以亲手拧下张昭的头颅，强到让太子也要仰望你。殿下再造之恩，林策没齿难忘。从今往后，我林策这条命便是殿下的。成功收服天命忠臣林策，截取太子核心势力气运，气运值加1000。从今天起，你是我的人。老大，没错，就是这里，那小子肯定躲在里面。殿下，是张昭派来的杀手。是时候让他们知道你的厉害了。不错，从今夜起，世上再无蒙冤的林家弃子，只有殿下的道。走吧，你这身打扮太扎眼了。那不是林家的余孽吗？站住！本官当是谁？原来是镇北将军府的叛国余孽。怎么不在阴沟里躲着，还敢跑到大街上来？我倒是谁？原来是我们的19殿下，一个废皇子，一个叛国贼，真是绝配呀！殿下，您不好好在宗人府待着，与这等罪臣之后厮混，是何道理？张侍郎，你好大的官威！本官执掌户部，为陛下尽忠。看到你这等皇室败类，自然要出言管教。大家看看，这就是我们大选的皇子，竟与叛国贼的儿子为伍。本官今日就要上奏陛下，严惩此等秽乱朝纲之举。张侍郎，与其有空关心我这个废皇子，不如先想怎么跟钦州府30万灾民交代。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上个月朝廷拨下的10万担赈灾粮，为何到了青州就变成了发霉的康夫？那10万稻好粮是不是被你偷梁换柱，以3倍的价格卖给了南城米商张三？那50万两赃款，你又分了多少给太子？你书房里那块西域地毯下还藏着一本黑记吧？张侍郎，天干物燥，可要小心走火啊！走吧。震慑天命反派太子羽翼，截取其部分官运，气运值加500。下一个该轮到谁了？贪官，把我们的救命粮还回来，不能让他跑了！放肆！乃朝廷2品大员，你们这群刁民是想造反吗？你一派胡言，血口喷人！本官要参你一本，污蔑朝臣，罪加一等。张侍郎，你贪的明知名高，就是他们的救命钱。你觉得他们会信你，还是信我？本官行得正，坐得端，你有什么证据？证据？钱掌柜，
你怎么来这儿了？殿下饶命啊！小人也是被逼的。这是小人粮行和侍郎府私下交易的账目。那10万担赈灾粮，就是通过小人的手换成了康符。至于好的，全都被侍郎大人拿去黑市卖了高价。你胡说！你竟然敢污蔑本官！陛下有旨，户部侍郎张昭贪赃枉法，罪证确凿，即刻罢免官职，打入天牢。什么？张昭被抓了？怎么回事？是19殿下在街上当着所有百姓的面，还有人证物证。如今张氏的府邸已经被禁军抄了。又是秦墨！一个棋子，一个本该早就死了的替死鬼，为什么每次都让他翻盘？你以为拔掉我几颗牙就能赢吗？既然文的不行，就别怪我心狠手辣。来人！娘娘，刚传来的消息，户部张侍郎被废了。太子的狗拔掉一条还会长出新的，有什么稀奇？可这次是19殿下在长街之上，当着满城百姓的面亲自揭发，人证物证俱全，太子连保他的机会都没有。秦墨，那个本该在宗人府里烂掉的替死鬼，先是破了太子的死局，再是劫了太子的机缘。现在又开始斩除他的党羽，这可不像一个废物能做出来的事。宫里都在传，19殿下怕是得了什么奇遇，性情大变。奇遇？这深宫里最大的奇遇就是活下来。本宫倒是好奇，他究竟是真疯了，还是在装疯？传旨，今夜本宫在水月亭设宴，召19皇子前来问话。秦墨见过贵妃娘娘。坐吧，许久未见，19殿下倒是长高了不少。宗人府清苦，倒是让筋骨舒展了些。听说你近来与太子走得很近，张侍郎的事儿，本宫也听说了。你倒是好胆色，连太子的人都敢动。张侍郎贪赃枉法，人神共愤，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，与太子无关。是吗？可太子似乎不这么想。你把他得罪得这么狠，就不怕他报复？在这宫里没个靠山，可是寸步难行。来了，试探我的野心。目标：洛贵妃，天命未来全妃，命格缺陷，身中焚心骨。每逢月圆之夜，心脉如火烧，需以极冷之物压制。娘娘宫中的静心香很是别致，有凝神静气之效。哦，你也懂香料？只是闻着觉得此香虽好，但似乎与麒麟香龙的火性相冲，长久以往，怕是会引火入体，加重心火之症。你在说些什么？娘娘天资绝世，修行高深，但强行压制，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夜深了，不打扰娘娘清修，秦墨告退。站住！焚心谷的事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回答本宫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娘娘，知道病因，远不如找到药方重要，不是吗？药方？你敢说你有办法解焚心蛊？此蛊乃西域奇毒，连宫中御医都束手无策。御医解不了，不代表天下无人能解。万象命图进阶2级，解锁核心能力气运掠夺，可近距离窃取文武百官、后宫权贵之零散气运，终于来化为己用。了，这偌大皇宫从此就是我的狩猎场。娘娘身负大气运，却被此蛊常年侵蚀，实在可惜。目标：洛贵妃，气运拓取成功，窃取后宫权贵气运100点。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的，娘娘给不了，但我能给娘娘的，却是您最需要的。3日之内，我会将压制蛊毒的药方奉上，
今日就当是与娘娘结个善缘，告辞。他不是疯了，也不是在装疯，他是一头要吞掉所有人的龙。娘娘，嘘，此人废物，全都是废物！一个张昭就这么被他轻易扳倒了。劫我妓院，收我猛将，现在又对我逼绑。这个秦墨，这个该死的替死鬼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殿下，刚得到消息，19殿下去了洛贵妃的宫里。洛贵妃，连她也看上这个废物了。够了，本宫不等了。出来。殿下，本宫不想再看到任何意外。我要他死，彻彻底底的消失。我已买通内侍，他明日后会出宫，在城外的黑风峡动用隐卫。殿下，动用隐卫，若是被陛下查到又如何？一个替死的杂种，难道父皇还会为了他废了本宫不成？记住，做得干净点，我要让他尸骨无存。黑风峡，太子，你还真是没创意。游戏里，这里可是新手村外著名的劫杀热点。警告：检测到致命杀机。太子的隐卫果然来了，招式倒是干脆，就是不知道你们的骨头有没有你们的刀子硬。什么？住手！快，结阵，杀了他！幽影杀阵，破绽百出。行。你不是秦墨，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谁？我是来收走太子一切的人。回去告诉你的主子，这点人还不够给我塞牙缝的。还有，让他洗干净脖子等我。下一次，就不是只端一只手这么简单了。我说话，你听不懂吗？你这个魔鬼！情报有误，这根本不是废物皇子，这是个怪物。还有一个，是自己了断，还是我送你上路？为殿下尽忠！忠心可嘉，可惜跟错了主子。别杀我！殿下饶命！我们也是奉命行事。奉命行事？那我也奉劝你一句，回去告诉太子，他的游戏到此为止了。是。
是，小人一定带到，一定带到。下次我斩的就是他，滚！太子，收到这份大物，你的表情应该会很精彩。一个活口，这份礼物足够太子喝一壶的了。东宫隐卫令，饲养死士，暗杀皇子。太子，你这是在自掘坟墓！现在就拿出这块令牌，最多让你伤筋送骨。我要的是让你万劫不复。处理干净。是，殿下。这盘棋才刚刚开始。要说咱们这位19殿下，那可是真人不露相。先是宗人府破死局，再是长街惩贪官。依我看，这才是真龙之相啊！什么真龙之相？我看是野心不小。一个废皇子，接二连三的跟太子殿下作对，这不是想造反是什么？还不许人反抗了？我可听说了，太子殿下嫉贤妒能，眼看19皇下展露才能，心里不痛快，派人去城外劫杀呢。什么残害手足？这也太过了吧？可不是嘛！要我说，19殿下那叫隐忍。太子才是德行有亏，根本不配当储君。殿下，按您的吩咐，萧贤已经放出去了。如今满城都在议论太子的品行，民心是天下最大的事。太子自以为有父皇偏爱，有朝臣拥护，却忘了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我要让他从云端坠落，让他亲身体会一下被万民唾弃是什么滋味。19殿下，好大的兴致，在这听人非议储君，污蔑皇兄，这就是你的贤能？在这听人非议储君，污蔑皇兄，这就是你的贤能？李大学士，是耳朵不好，还是眼睛不好？百姓议论，与我何干？你巧舌如簧！若不是你暗中散播谣言，百姓怎会非议太子殿下？又来一条太子的狗。太子德行如何，天下人自有公论。李大学士与其在我这儿浪费口舌，不如多关心一下自己。本官行得正，坐得端，何惧之有？是吗？那你书房暗格里那幅前朝画圣的秋山行旅图是从何而来？这可是你贪墨10年俸粮都买不起的孤品。我听说那幅画3年前就在宫里的藏宝阁失窃了。李大学士，你说这要是让父皇知道了，站住！19殿下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蛊惑民心，构陷朝臣，如今又在宫中肆意走动，简直目无君上，毫无体统。来人，给我将他拿下，押去宗人府听候发落。放肆！一个罪臣之后，也敢对本官拔剑？你们是要造反吗？臣见过贵妃娘娘。19殿下，怎么这么晚还未回宫？本宫刚从陛下的养心殿出来，陛下还念叨你呢。让娘娘挂心了。这是你要的药方，本宫寻了太医院的故人，连夜为你配好了。你身子弱，要按时服用。多谢娘娘。御史大夫，这公道之上，夜风寒凉，还是早些回去吧，免得染了风寒，耽误了明日的早朝。是，臣告退。这宫里总有些不懂事的狗，喜欢乱吠。对了，
3日后便是秋猎，太子为了此次秋猎，可是准备了许久，殿下可要相信。娘娘请留步。娘娘只知太子想在秋猎对我下手，却不知他真正的目标并非只有我一个。哦，此话怎讲？秋猎之地是北境3皇子押运军粮的必经之道，太子想做的是一石二鸟。3皇子军粮之事极为精密，他是如何得知的？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的，娘娘现在给不了。我只是在提醒娘娘，太子的胃口比您想象的要大得多。这深宫之中耳目众多，本宫虽不理朝政，但让一些不长眼的狗闭嘴，还是做得到的。那秦墨就先谢过娘娘了。你既有此等远见，本宫也送你一句：秋猎之上，陛下会亲临，届时他会带上那件东西。那件东西，难道是龙脉宝图？多谢娘娘提点。此为克制焚心蛊的药方，祝娘娘早日痊愈。殿下，与贵妃娘娘结盟，无异于与虎谋屁。老虎也是猎物，况且这次秋猎，真正的危险可不是来自太子，也不是来自父皇。殿下此话何意？天要变了，秋猎能否成行，还不一定呢。与洛贵妃结盟，后宫的眼线暂时不用担心。秋猎之前，必须再提升实力。听说你又闹了不少大动静，殿下面前不得无礼。你的人倒是挺护主，让他退下，本公主有话问你。九妹大驾光临，有何指教？指教不敢当，本公主只是好奇，一个替死的废皇子是怎么让太子皇兄接连吃瘪，还搅动了满城风雨的。看起来也不过如此吗？还是个没长大的小丫头。公主看完了，若是无事，秦墨还要修炼。你敢无视本公主？你知不知道，只要我一句话，父皇就能让你再也出不了这宗人府。那你觉得父皇为何又放我出来？对啊，父皇明明最偏袒太子皇兄，为什么会解除19皇兄的禁足？站住！你别以为装神弄鬼就能蒙混过关。我问你，御花园的洗髓灵果是不是被你拿了？是又如何？你承认了，那可是太子皇兄的机缘。天才地宝有德者居之，他德行有亏，自然无福消受。好一个有德者居之。那我再问你，3日后的秋猎，你敢不敢去？你明知道太子皇兄会在秋猎上对你下死手，你为什么还要去？你是真不怕死吗？怕死，就什么都做不了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你做的这一切，不就是为了和太子皇兄争夺储君之位吗？储君之位。九妹，你可知这宫墙之外，有多少百姓食不果虾，又有多少将士马革裹尸？那又如何？太子争的是那把龙椅，而我要的是这天下海晏和亲，万民安康。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皇子间为权势勾心斗角，丑态百出，唯有他想的竟是天下万民。可那太危险了，太子心狠手辣，朝中又都是他的人。圣旨到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3日后于西山举行秋猎，命太子秦昭、19皇子秦墨随驾亲此。19皇兄，这是陷阱！父皇他这是要让你去送死啊！
19皇兄，你听到了吗？这是陷阱！父皇他这是要让你去送死啊！别慌，怎么能不慌？太子皇兄早就想除掉你了。秋猎之地，刀剑无影，他一定会下死手的。小丫头还是太单纯，太子想杀我，又何须等到秋猎？秦墨，你给本宫滚出来！好啊你，一个替死的废物，竟敢私下拉拢本宫的皇妹！太子殿下，请慎言，一条狗也敢在本宫面前吠，滚开！皇兄一大早火气这么大，是昨夜又没睡好？放肆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过问本宫的事？九妹，过来，离这个不祥的废物远一点，别被他身上的晦气沾染了。太子皇兄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来请教19皇兄学问，与你何干？请全学问？就凭他，一个连4书5经都读不全的废物，能教你什么？教你怎么混乱宫闱吗？你胡说！皇兄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九妹金枝玉叶，岂容你这般污蔑？我污蔑？你们拉拉扯扯，成何体统？本宫今天就要替父皇好好教训教训你这个不知廉耻的东西！气运掠夺发动，窃取目标太子储君气运50点。怎么回事？我的手！皇兄，这点微末功劳，就别拿出来丢人现眼了。皇兄若无他事，便请回吧。我还要陪九妹论道，就不送了。秦墨，你给本宫等着！让九妹受惊了，天色不早，九妹也该回宫了。19皇兄，那你多保重。父皇，儿臣有本要奏。讲，儿臣要弹劾19帝秦墨，他心怀叵测，私下散播流言，诋毁儿臣声誉，动摇国本，请父皇严惩。父皇，儿臣冤枉。冤枉！如今满城都在非议本宫德行有亏，若不是你这逆子在背后搞鬼，还能有谁？皇兄此言差矣，百姓议论，乃是悠悠众口。若皇兄德行无亏，何惧流言？若真有其事，更该反躬自省，而非迁怒于我。你强词夺理！父皇，此子巧言令色，蛊惑人心，长此以往，必成大患。儿臣恳请将其重新打入宗人府，永世不得出。秦墨，你可有话说？儿臣无话可说，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。父皇，你看他这副嘴脸，就是他，一定是他偷了儿臣的洗髓灵果，夺了儿臣的机缘，他是个妖孽！住口！父皇息怒，儿臣只是一时情急。身为储君，毫无气度，在朝堂之上大放厥词，成何体统？秦墨，儿臣在。退朝后，来养心殿见朕。遵旨。退朝。朕听闻你最近在宫外很是活跃。儿臣只是在宗人府待得久了，想看看这京城的烟火气。烟火气，朕看是杀气吧。张昭倒了，太子的影卫折了，这都是你的手笔。儿臣只想活下去。活下去，好一个活下去！太子心性不稳，难堪大任。朕不管你得了什么奇遇，记住你的身份。这大玄的江山姓秦。儿臣谨记父皇教诲。退下吧。父皇，儿臣有本启奏。准。儿臣弹劾19帝秦墨，结交罪臣之后，私自豢养武夫，其心可诛。臣附议，19皇子频繁出宫，
与三教九流往来，行踪诡秘，恐有结党营私之嫌。臣附议，此等行径无碍朝纲，动摇国本，请陛下严惩。敢问皇兄，何为罪臣之后？林啸叛国，天下皆知。你与他儿子同族，难道不是与叛贼同族？镇北将军林啸镇守北疆30载，大小战役数百起，可曾让外敌踏入我大玄半步？这样一位满门忠烈的将军，只因奸臣几句谗言，变成了叛国贼。若忠良皆是如此下场，以后还有谁敢为我大玄守国门？你这是在为叛贼翻案！至于出宫结党，儿臣出宫只看到青州灾民流离失所，京城米价居高不下，不知各位大人安坐庙堂之上，可曾看到？儿臣所交是忠良之后，儿臣所结是天下民心。若这也算罪，儿臣无话可说。你请陛下圣裁。御史大夫，你说我行踪诡秘，结党营私。上月15，你在城西翠玉轩以100两银子买下一块前朝玉佩，不知你1年的俸禄购买几块这样的玉佩？你休要血口喷人！李大学士，你说我有碍朝纲，动摇国本，那你可知，你举荐的江州知府上任3月，已强占良田100亩，逼死3户平民，这算不算动摇国本？至于皇兄你，本宫行得正，坐得端，岂容你污蔑？是吗？那3日前西山大营军备核查，皇兄为何缺席？是城南听雨轩的酒比国之军备更重要吗？上周西域进贡的汗血宝马，为何无故死在马厩？是你强行骑撤，才让宝马力竭而亡吧？还有刺杀我的那些惨死的影卫，他们身上的东宫令牌，皇兄难道就不想解释一下吗？你胡说！不是的，父皇，儿臣冤枉，是他陷害我。儿臣有罪，儿臣不该识破皇兄的杀局，不该侥幸存活，更不该将这桩丑事暴露于朝堂之上，令父皇蒙羞，令皇室蒙羞。儿臣请父皇降罪。秦墨，儿臣在。既然你如此心系百姓，体恤民情，那青州赈灾一事就由你全权负责。朕封你为钦差，即日启程。青州那地方灾情匪寒，瘟疫横行，就是个死地。父皇这是要借刀杀人。儿臣领旨，朕准你带上那个忠良之后一同前往，办好了是功，办不好，哼，你也不用回来了。青州瘟疫、匪患、饥荒，秦墨你死定了！儿臣遵旨，谢父皇恩典。恩典，死局在前，他竟毫无惧色。此子退朝。太子殿下，退朝。19殿下此举凶多吉少，可惜了。以民心为重，以忠良为念，此等心胸，太子远不及也。19弟，青州路远，黄泉路近，你好走，不送。多谢皇兄挂心，待我从青州归来，定为皇兄带些特产。只希望到时，皇兄这东宫还坐得稳。你。
来者何人？老臣吏部尚书王德见过19殿下。王大人有何指教？指教不敢当。老臣只是想提醒殿下，青州赈灾名为皇恩，实为死局。此人是太子一党，还是？哦，殿下在朝堂之言振聋华聩，但青州水深，远非贪官污吏那么简单。青州知府是三皇子的人，当地最大粮商却是太子妃的远亲，各方势力盘根错节，殿下此去是入了龙潭虎穴。多谢王大人提点。老臣在京城等殿下凯旋。殿下，他为何要帮我们？他不是在帮我，他是在为他自己选一条活路。走吧，去青州。这盘棋才刚刚开始。19皇兄，等一下！19皇兄，等一下！你不能去，青州那就是个死地，你不能去！九妹，圣令难违。什么圣命？父皇就是偏心，太子皇兄摆明了要你在青州出事，父皇这是在帮他。瘟疫、匪患，还有那些吃人的官，你一个人怎么应付得过来？区青州，若我都摆不平，还谈何其他？他想的到底是什么？回去吧，等我回来，给你带青州的特产。这丫头倒是一片赤诚。警告：天命之子太子心神重创，储居气运大幅衰减，气运掠夺触发，成功窃取正统皇职玉2000点，宿主命格发生蜕变，由替死孤命，乾隆在渊。乾隆命格，太子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陛下，京畿周边数个州府已近1月未降甘霖，河道干涸，田地开裂，民间已有流言四起，人心惶惶啊！若再无对策，恐生民变。父皇，儿臣以为可开坛祭天，以显我皇室诚心，祈求上天降下甘霖。启禀陛下，19殿下求见。让他进来。儿臣参见父皇。你不是要去青州了，还来做什么？难道也想说些祭天求雨的废话？父皇，区干旱，尚不足为虑。放肆！你说的是什么混账话？19下旱情关乎国本，岂能如此轻视？儿臣是说，比起干旱，一场更大的天灾即将来临。说，3日之内，京畿西郊必起蝗灾，届时飞蝗蔽日，所过之处颗粒无收。父皇，你听到了吗？他疯了，他彻底疯了！19殿下，危言耸听，可是欺君之罪。信与不信，3日后便知。若儿臣所言为虚，这颗项上人头，任由父皇处置。父皇，3日之期已到，看来19弟是疯病又犯。陛下，19殿下妖言惑众，理应处斩。没错，以此等荒谬之言戏耍君父，乃大不敬之罪。父皇，请下旨吧，儿臣也好派人去送19弟上路。此等妖孽，留之必成后患。陛下，您听，这是什么声音？起风了吗？要下雨了！蝗虫！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他说的是真的，他说的全是真的。报！京畿西郊30里，所有农田颗粒无收。陛下，南郊野也被蝗虫啃光了，百姓们都跪在田里哭啊！天降此灾，是我大玄气数已尽吗？完了，全完了，京城要断粮了。对呀，够了！一群废物，国难当头，就只会在此喧哗吗？儿臣以为可派兵驱赶。驱赶？用什么驱赶？用你的嘴吗？切莫呢！
19皇子秦墨在哪里？给朕找来！儿臣在此。父皇，3日已到。你早就知道会如此。天意如此，非人力可改。既然你能预知天灾，那你可有化解之法？化解之法，儿臣确有一策，只是儿臣此策需一人人头落地，以祭天心。这是要杀谁啊？19皇子慎言，自古祭天之礼从无此法，此为妖言惑众。借题发挥，残害宗亲，满朝文武皆在此。你敢杀谁？皇兄何必如此心虚？是自认有愧于大玄，欲以身祭天赎罪吗？荒唐！本宫是正统大玄太子，身负国运，岂是你这个冷宫婢子生的贱货3言2语就能判生死的？皇兄所言极是，太子气运昌盛，此法自是无需论及生死，仅需一缕青发代手祭天，便可平息蝗灾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太子贵为皇子，当众落发与行刑何异？你敢羞辱本宫！城外蝗灾肆虐，青州旱灾未除，饿殍遍地，民不聊生。殿下贵为储君，却连头发丝都舍不得，您配坐这东宫之位吗？秦墨，父皇，儿臣已向上人头担保，若太子献发祭天后蝗灾不退，儿臣提头来见。这个蠢货，他有何神力驱退蝗灾？想让我当众受辱，还要赌上他这条贱命吗？太子，按他说的做。父皇，他这是羞辱儿臣，践踏储君威严。朕说，献发。哼，我倒要看看你有何办法平了这蝗灾。殿下放心，天下黎民会感念您的恩德的。成功离取大玄太子神韵复发一缕，窃取天命气运800点。强弩之末，嚣张不了几时了。殿下，殿下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是不是你给我下了蛊毒？皇兄慎言，若我真有这本事，您今日就没机会站在这儿了。宣太医，太子如何？殿下并无大碍，许是宋玉过度伤了根本，调养几日就好了。蝗灾当前，应以大局为重，还磨蹭什么？说出的大话圆不了，可是要领死的。皇兄莫急，难道他真有能呼风唤雨的气运？时间差不多了。给我破！蝗虫死了，蝗灾退了，天降神迹，19皇子真神了！发为血之于肾之黄，断发如断生。这是邪术，是邪术！来人，带太子下去休息。邪术，邪术，邪术！从前是我轻看你了，秦墨，你竟敢让本宫当众揭发，让本宫成了全天下的笑话！殿下息怒，息怒！你让我息怒？你没看见吗？蝗虫一死，满朝文武都拜服他，拜服那个替死鬼。本宫才是一国储君，他不过是凭着与我气运相通，被择选来替我渡劫的。既然你非要跟本宫抢，那本宫只能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陛下，臣要弹劾19皇子秦墨妖术惑主，祸乱朝纲。
这蝗灾来势汹汹，却轻易就散了，说不定就是19殿下从中作给。蝗灾根源乃青州粮灾，农田荒废，地方治灾不利，祸水东引。若论罪由，当属地方官商勾结贪腐。儿臣今日动身赶赴青州，定会彻查病根，还百姓一个清朗乾坤。想宣本宫的老底，你也得有这本事。上峰有令，灾民一概不许进城，再围城门，就地处决。为何不让进城？吾等皆为大选子民，在荒唐前连活路也不让寻，是让我们等死吗？因为京城子民命贵，我们就偏低人一等吗？我当是谁？原是19皇子，殿下只管离城公干，城内之事由太子监理。您此番作为是要跟太子殿下对着干吗？哦，见死不救视人命如草孽，也是太子皇兄的意思？陛下糊涂，历次奸恶处决，待他登基，怕是要将这城池百姓都拱手让出去。求大人救救我的孩儿吧！我们自青州一路奔波，已多日水米未进了，再这样下去，他会死的。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。离城前，我已安排好善堂接纳流落京城的灾民，一应开支由崇德堂联盟商户负责，手续补路、招工安置亦有官员负责。可是，我受命督办青州赈灾一事，此为赈灾的一环，料想皇兄也不会对此有什么意见。你若再不放人，便是跟圣上对着干了。放人！多谢大人。这天命气运拿来唬唬那些奸商蠢卒，倒是好用的很。成功博取大玄太子国运民心，获得天命气运1000点。我不必杀你，只待你自取灭亡。这马蹄声是宫中御马，还真是贼心不死啊！龙溪，19皇兄，我听说了你在朝堂上说的话，深受感召。此去青州赈灾，能不能带我一起啊？赈灾又不是去玩乐，你是女眷，又是公主，不方便。父皇要送我去赤狄和亲，让我嫁给粗鲁的老皇帝，还不如让我去死呢。和亲，自古帝王多薄情，最宠爱的公主，到头来也不过是为皇权牺牲的祭品。这小丫头倒是烈性。等一下，天命帝后，自阶之人还能有什么帝后命格？或许我就是破解他死结的机缘。殿下，小心有诈。是啊，说不准他是大玄皇帝或我太子派来监视我的细作。可这帝后命格和亲，当朝皇帝的位子自是坐不久了，但皇子间总不能违背清源刚宠娶了皇妹龙溪。难道除了我和太子这对亲皇兄，还有其他主角乘着天赐地位？19皇兄，那就更要把他带在身边了，看看是谁有这个胆量跟我争。好，林策，给他一身短当，扮作随行副将。少说话，别乱跑，不准暴露身份，给我惹祸。好嘞。以后你就是我的随护虎子。虎就不能起个好听点的名字吗？不能。小气鬼。大人，心情好吗？大人。那人竟要卖孩子，一旦入了奴籍，可一辈子翻不了身了。眼下这当口，能不能活还两说。入了奴籍，至少能得口粮食保住命。父皇拨银50万两，供这州府百姓吃喝2年都绰绰有余，怎会是这般田地？明账和暗账是2本账。
宫里流出来的不一定是50万两，落到那些贪官污吏手中的，可都是净赚的入账。拿着鸡毛当令箭，不过是被贬宗人府的废皇子，也敢来问责萧大人？你可知大人背靠何人？19皇子大驾光临，怎么也不通报一声？殿下一路舟车劳顿，着实辛苦，快入座，饮几杯解解乏。府外灾民饿死街头，萧大人倒是有雅兴在这里声色犬马，有酒有肉。据我所知，前几批赈灾粮早就入库了，你州府灾民还能一路乞讨寻到京城去？该不会是将其中大半入了大人的私库吧？殿下慎言，本官为官30载，清正之名远扬，从未有中饱私囊之事。好好一位皇子，在京中混得无人待见，如今被打发来咱这穷山僻壤逞威风，旁人都说奉旨赈灾，依我看，不过是京城容不下你，发配到青州来混日子罢了。既是混日子，睁一只眼闭一眼便罢了，与人方便也是与己方便。真是岂有此理！殿下，您能从宗人府全虚全威的走出来，想必也是聪明人。陛下派您来督办赈灾一事，却连兵马也不曾配备，您说是何用意啊？大人是想让我同流合污？非也，此为解您之惑，有福同享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一个有福同享，我消受不起。府上乱养私兵，怪不得底气这么足。只可惜我这个小兄弟以一当百，不怕死的，大可以试试。我警告过你们了，还有谁有异议吗？萧大人别急着走啊，是时候该办正事了。有些账，今日就要跟你算清楚。大人想算什么账？粮仓库存账目与这户部账册一一对照，若是账目清白，自会保你们无事。这查账盘点也需要些时间，不是？好，明日我再来，希望那时你已经想好了对策。大人，大人，不是说这19皇子是个没脑子的吗？怎的这般难应付？快去给太子殿下传信，切莫他软硬不吃啊！娘娘，派去青州的人回来了。怎么说？沈万金确实在青州囤积了大批官粮，就藏在城西的仓库里。听说他还把赈灾粮倒卖给北境的商人，转手卖了好几倍。沈万金是我的远亲，虽贪财，但也不会做出这种掉脑袋的事。此事定是太子授意，他要把我的母族也拉下水。动作麻利点儿，天亮之前30万收粮食，一粒也不能少。这是买糠和沙土，蠢货，赶紧收拾了！今天的事儿都把嘴闭严了，否则小心你们的脑袋！这得搬到什么时候去？留几袋好粮放外面，旁的一把火烧了便是。大人，您的意思是天干物燥，粮仓意外着火，数目对不上，有什么问题吗？
给三皇子的货都已经装船了吗？都安排好了，待那钦差大人反应过来，货船怕是已经过江了。喂饱了北境的三皇子私兵，别说是参奖之位，待英立太子新皇上田，谋个一品官也不为过。今晚可真热闹啊！没想到州府官场还有此等蛀虫，根本不把百姓的性命放在眼里，不如直接亮明我的公主身份，将他们就地裁决。杀鸡焉用牛刀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只需将他所为公之于众，满城皆是覆舟之水。在城外烧毁的粮仓里发现了这个：贪墨赈灾粮，私卖军粮，勾结三皇子囤积私兵，哪一条都够他掉脑袋的。真粮已经被装上货船，准备运往北境了，要拦吗？不拦，他们偷粮换柱，咱们顺水推舟。赶紧的，这批货等着交货呢。辛苦啊！这批船员是新来的吧？老规矩。赶紧上船，往哪儿走呢？这走。成功截获大玄太子同党三皇子秘密私兵粮草，获得天命气运1000点。为什么有种不祥的预感？我可是熟记游戏地图的资深玩家，区区 NPC 还想与天斗？大人，实在不巧，属下昨日连夜让人盘点赈灾粮库存，有人不小心打翻了油灯，引燃了库房，拼死也仅抢出了这几袋。肇事者已经伏法认诛，但粮草都烧成了灰，账目硬是对不上了。自古以来，屏障都离不开这招，真没创意。这一招毁尸灭迹，看你还能查出什么？三皇子收到的都是无用的碎尸废料，认为大人戏弄于他，飞书前来要您给个解释。什么？我送出去的明明是……你送出去的明明是上好的官粮。30万袋粮食，50万两灾银，5成运往北境，送入三皇子军营，3成流入沈家商铺，还剩2成，斗水晃晃勉强应付灾民，活得下去就活，活不下去就离城自寻生路。哼，萧大人身处中原，还要操心北境，边境官兵粮草自有朝廷供应，大人送出去的，该不会是供应私兵的吧？萧大人这般急切地向楚军献身，该不会是听到了什么风声，等不及拥望新主继位了？你知道的太多了。私兵换官兵，数量翻倍，萧大人是要就地反叛，自立为王吗？哼，拿钱办事各为其主，原本睁一只眼闭一眼，走个过场就罢了。殿下何苦要为难下官？大人贪墨赈灾银，勾结三皇子，私囤粮草练私兵的证据已经送往京城，算不算为难，陛下自会裁决。莫说以你的实力杀不了我，就算是杀了你，畏罪诛杀朝廷钦差，死罪也逃不脱。那我也要拉个垫背的。要杀钦差大人，先问过我们。许久不练生疏了，否则定要取了你的狗头。覆舟之水来了。哼，一群瘦弱民兵乌合之众，非要前来送死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还等什么？
拿下匪首，必有重赏。这群山匪不老老实实在自己的地盘待着，偏来往刀尖上撞，疯了不成？大人小心！大人果然资质不凡，有这招数不早点放出来，还以为你死定了呢。品 A 换大招，一天只能用一次，太费气运值了。末将魏平参见少将军。游戏攻略上说，林家被冤倒台后，旧部解甲归田，有一支就在青州附近占山为王。没想到刚把消息放出去，我如今已不是什么少将军，幸得19皇子相救，保住一条性命。如今在他手下当差，多受照拂。多谢殿下护我少主，若殿下不弃，吾等愿为殿下效犬马之劳。我如今也不是什么殿下了，逢此乱世，出身地位都不重要，这天下是时候该重新洗牌了。你与老三异母同胞，感情深度可以理解，但你们万不该拿民生国欲当儿戏。还是说，储君之位已经满足不了你的胸口了，想拥兵自重，逼朕退位？儿臣不敢。父皇，老三在北境做事，儿臣一概不知。囤积私兵乃他擅作主张，一人所为，与儿臣无关啊！父皇，北境那边，朕自会派人前去调查清楚。事情明朗之前，你就暂且闭门思过吧。这个秦墨真是小瞧他了，只带了林策一人，还能平了青州的乱局不成？赈灾只是第一关，贼匪瘟疫哪个不够他喝一壶的？别着急，都有。沈万金等余党已被截获伏诛，青州积弊已除，顺带手揪出三皇子这宗暗线实证。好，好，好，太子的称帝之路又有了新的退展。大人今后作何打算？要我看，不如召集北境旧部，直接反了。太子和三皇子皆被先皇后母族驱使庇护，与皇上早已不是一条心。按游戏里的剧情走向，皇上的身体应该已经亮红点了。眼下各方势力不明，这地位更像击鼓传花。还有那个匹配龙溪帝后命格的真命天子，虽说如果是林策，倒也还不错。大人，您怎么想？就凭我们这点兵马，拿什么反？我们需要等。等什么？等一个机缘。当然是等系统给我派发新机缘、新任务了。当家大的！是疫病。大灾国有大义，系统，我要买药。好的，计算本次作用范围将消耗气运值7000点。7000点？我一共就才攒了7000多点啊！请问宿主确认兑换吗？我也中了！老天还是不肯放过我们，我们死也要病死了。就算我不救，也会有其他方法能治这疫病的，不是吗？攒足气运值登上帝位，保住小命，早日离开这里才是我的任务。他们只是游戏里的纸片人而已。任你机关算尽，到头来不还是一个死吗？太子殿下才是天命所归，你一个弃子，还妄想逆天改命，有何不可？我偏要重写这天命。系统确认兑换。把它喝了就好了。命只有一条，你敢喝吗？谁知道他们在里面放了什么东西？说不定这病就是他们带来的。
这药没有毒，可医百病，亦可预防。这药真神了！多谢钦差大人！恭喜宿主收割全域明星气运8000点，解锁技能呼风唤雨，还有隐藏技啊！雨来。雨，下雨了！妖孽，19殿下是妖孽！害灾瘟疫已除，2种以下，农桑已在逐步恢复，是时候回京复命了。也该回去了，再不回，那皇帝老儿怕是也等不起了。大人一路顺风！大人一路顺风！宿主完成命格进阶，由潜龙在渊晋升为龙腾四海。龙腾四海，是要继续跑图收揽民心吗？一个弃子，一夕之间就成了可以重塑天地的救世者。他秦墨凭什么？我才是真正的天命之子。神尊在上，弟子近日越发觉得修行吃力，求赐无上修为，助我突破修行瓶颈。警告：太子以生命本源换取邪神之力，气运扭转，魔化进度30%。狗急跳墙了吗？秦墨，你以为禁足能困住本宫？等本宫出山，第一个取你狗命！谁？殿下放心，死士已经埋伏在回京必经之路，秦墨和萧忍一个都活不了。贵妃娘娘，慌慌张张的做什么？没什么。太子最近行事越发不羁，你也该早做打算，不只是为你自己，还要多想想你的母族。是。这些年，我无时无刻不在准备着逃离秦昭那个魔鬼，只是没有一击毙命的把握，不敢轻易放出这些引火烧身的罪证。这把引火的柴，我会亲手奉上。秦墨，你以为把我押回京城就能扳倒太子？殿下他不会让你活着回去的。省点力气吧，马上就要到京城了，有什么冤情，当着陛下的面说。带我回京，并将所见所闻悉数告知父皇，任太子皇兄如何狡辩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他这个储君之位是做不成了。你是本殿下。别杀我！别杀我！又来！大胆！你们可知我是？还有第二个。皇兄！这可是万明朝尊护体金光，19殿下才是真龙之体。
得，今天份的大招又放完了。这伙杀手出身狠厉，太子这是又给我升级难度了。萧人跑了，殿下先走，我断后，就等你这句话呢。他躲进洞里去了。什么味儿啊？比公桶还臭！是尸臭。别杀我！别杀我！是他们逼我的！他们逼我的！小心，有瘴气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他就这么没了？这玩意儿顶得上王水了。检测到化尸池下方存在筑基灵池，木之可解锁隐藏技能。要想去水底，天王老子来了也得剥层皮。你还想下去？你也疯了？没疯，我有挂。这什么？夜明珠？系统出品避水珠，化尸水应该也能避吧？别乱跑，等我回来。黄兄！看来这化尸池埋了不少有头有脸的人物。太子选在这附近伏击我们，该不会这也是太子的秘密基地吧？管杀管埋，彻底消失。到底了，这里就是灵池。监测到大玄太子可窃取机缘筑基灵池。果然是太子的机缘，他一定想不到，在他消灭罪证的化尸池底下，就是他梦寐以求的修行圣地。灵力上限突破，修为提9重，筑基1阶，筑基2阶，已达成筑基3重。灵池能量耗尽，额外获得被动技能毒物洗礼，毒抗加80%。截胡天命之子太子5阶机缘筑基灵池成功，窃取天命气运5000点。筑基灵池果然给力。已激活灵池附属技能驱灵潜降，可招募驱动阴兵，当前可调遣阴兵数量300。正发愁如何招兵买马，这私兵比人隐蔽，还比人有杀伤力。有了他们，直接晋升武将，征战沙场都不在话下。生前与我为敌，死后为我效力。萧人，你的福气还在后头。皇兄，你死得好惨啊，皇兄！殿下人呢？就掉下去。殿下，皇兄，这么久不上来，我还以为你死定了呢。你没事太好了。控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招募阴兵加10。咱这也是整上废物利用了。这瘴气这么毒吗？自己往化尸池里跳。走吧，陛下还在等着呢。皇兄，你怀里鼓鼓囊囊揣了什么？顺手捡的宝贝罢了，你首饰那么多也看不上。咦，你发死人财！这都是经费。
希望父皇已经气消了，别再逼我去和亲。要不然我还是别回宫了，去云游四海吧。你娇生惯养惯了，能吃得了独行天下的苦吗？这次青州赈灾，我可一点没有喊苦喊累。放心吧，若国才需卖女求和，以后大玄不会再有和亲了。真的？你该不是想去平乱吧？哪有上赶着送死的？听说了吗？19皇子是妖怪变的。冷宫婢子生的孽种，能是什么好东西？留在宫中，怕是要损国运。殿下，我去把那些造谣的人抓起来。谣言怎么可能抓得干净？实力比不过就开始人身攻击，打舆论战，都是我玩剩下的。随他们说吧。陛下，此番青州赈灾一切顺利，只是回京路上再遇不明伏击，贪墨灾银主犯萧人趁乱逃离，误入京郊林中一处高腐蚀化尸池，已然尸骨无存。这下青州那边死无对证，老三那边使臣也没了消息，本宫的太子之位暂且保住了。陛下，北境急报，赤狄借口龙溪公主逃婚，称和谈失败，大举来犯，已接连攻破3城。什么？朕不是派了使臣去调查三皇子吗？有何进展？使臣一时音讯全无，恐已遭不测。陛下，北境3皇子拥兵自重，立场不明，赤狄骑兵战力远超边军，不宜开战。臣提议割地求和，暂保平安。臣复议割让北境3郡，换取赤狄退兵，待我朝休养生息，恢复实力，直接荡平北境，灭了赤狄。割地求和，赤狄既已大举来犯，胃口必然不可能小。有一就有二，割让国土与卖国何异？19皇子说的轻巧，这要是把全大玄的兵集结起来，都不一定能扛过几轮对战。你有本事，你去打！正有此意。陛下，臣愿领兵出征，平定北境。若战败，甘愿领死。又说大话！你从未领过兵打过仗，靠什么打赢？凭你在青州收的那些山匪。果然，我的一举一动皆在他的掌控之中。只是他不知我在筑基凌迟的奇遇，还当我是那个凭运气苟活的。纸上谈兵的废物！若到时全军覆没，大玄才是真的毫无退路了。没错，我不善领兵，但已选定战无不胜的破虏将军。你选了谁？林策。荒唐！罪臣之子怎配领兵？允了。秦墨，你青州赈灾有功，若此番北境平乱再立战功，朕便赐你封地，立你为藩王。臣领旨。北境有3皇子的10万精兵，还有10几万赤斩铁骑，看来不必我亲自动手，你们自会去领死。你疯了！真要去北京送死，还要拉上林策一起？你是心疼我，还是心疼林策？放心，此战我有10成把握。你这话说的人心虚，父皇也狠。我将青州所见所闻悉数告知于他，他却并未猜出太子皇兄。太子背靠先皇后一脉，身系氏族荣宠，自然坚不可摧。听闻陛下抱恙，精神越发颓衰，想来应是无力与之抗衡，只能暂且维稳。再这样下去，这宫里岂不是要乱套了？乱点好，乱了才有机会重新洗牌。太子妃，我想跟你做笔交易。秦墨此行必死无疑，求神尊庇佑，夺其气运，务必保他埋骨北境。你是萧然？太子妃的情报果然是真的。这时供奉邪神以怨气冲灵气修行，也不怕走火入魔。滚开！滚开！已经死了的怨灵为何能有此等杀伤力？难
难道是反噬？检测到大量灵气溢出，可拾取龙蟹断体功法等上品灵气。你小子珍藏了不少好东西。殿下，秦末一行已准备开拔，此次仅带了青州那支土匪残军和5万先头兵，需在沿途设伏吗？不必，父皇近日盯我盯得紧，虽一时半刻奈何不了我，但也没必要招惹麻烦。再说如此悬殊的战力，想让那个替死鬼阵亡，用不着我们额外费力气，我们顶多在合适的时机拦截一下他的球员战报。是，就像当年灭掉林家一样。这是谁干的？你为了保住你的修为地位，机关算尽，害人性命，搜刮的灵气，还不是便宜了我？此行定能打一场富裕的仗。这次先头兵只带了5万人，连三皇兄手下边军一半都不到，更画画还有赤敌骑兵。这是母妃给我求的护身符，保我这些年顺风顺水，逢凶化吉，也一定能护你打一场胜仗。等我回来，给你带北京的珠宝首饰。我知晓太子命门，且可助你提高此战胜率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待你登基，放我母族一条生路，以及还我自由。我这半生被当作利益交换的棋子，被利用，被牺牲，受制于母族荣耀、身份枷锁，处处身不由己。若有机会，我想换个活法，你一定要活着回来。殿下，前方30里就是雁门关。报！三皇子率10万叛军与赤敌15万骑兵会师，总兵力25万，先锋已经行没关外。5倍差隔罢了，还在预料之中。咱们就5万人，连对方零头都不上，怎么打？秦大人会不会太自信了？打不了也得打。这一战不只是为了大玄的体面。当年我父亲被诬叛国含冤而死，诸位也被连累背上叛军之名。此战若能击退叛军，生擒三皇子，就是翻案的最好时机。末将誓死不退。什么死不死的？我既然应了这差事，就有10足，不，至少90%的把握。这是上品灵气，仅有少数人可通过突破境界偶然获得。大人，竟有这么多！我也是捡漏罢了。这些灵气的主人，怕是已经被太子填了化尸池了。大人果真是有大机缘的人，比太子更担得起天命之子。各自挑选趁手武器，养精蓄锐。明日会是一场恶战。25万打5万，你慌什么？来陪我喝一杯。听宫里传来的消息，老19被太子在大婚日算计未果后性情大变。他原本只是冷宫毕生的最不起眼的皇子，却能从太子手下全身而还，还立下功劳。要是明日迎战的是从前的老19，我还有几成把握。可如今他这神一阵鬼一阵，我反倒心里没底了。他就是有通天的本事，还能反出天去？你只需记得我们的约定，破关后，雁门关以北3郡归我，我自可保北境50年太平，让你安心做你的一代明君。自然。听说你的19弟也是个俊俏郎君，杀他之前，先带来让我见见。帝君可真是绝情啊！我只是博爱。随你，只要别耽误攻城。只有真正的天命之子才配做我赤敌王朝的王夫。我倒要看看，这秦小郎君到底是何方神圣。边塞埋忠骨，黄沙铸英魂。北境将士，听我号令！检测到方圆百里阴气浓郁，北境千年战场战死阴魂无数，宿主是否召唤阴兵集结助战？是。
招募阴兵加2万。有了这些神出鬼没的战神阴兵，明日定打的赤狄不敢再染指中原饭好。剩余气运值不足，驱动阴兵需12时辰冷却时间。什么？狗系统关键时候放鸽子。手握大杀器却用不上，这试探兵力的首战，只能靠你们自己了。5000人就想挡我2万铁骑，是来送死的吧？灵气认主，被他认可的主人才能发挥出他最大的效用。灵策果真是天选武神，妖法，还有妖法！敌将已斩，杀！这个下马威成了。先锋军2万打对方5000，还没熬过2轮就被人斩了主将，你们吃喝就这点本事？三皇子领兵多年，这点耐心都没有吗？本就是试探对方战力的保守战，何必这么当真？若要拼玄术，我赤狄的术法也未尝不利。少将军这一仗打得漂亮，颇有你父当年的风采。多亏了大人的灵气，才使我如虎添翼，战无不利。这些灵气在太子的藏宝暗格只能算是破铜烂铁，能凭机缘寻到你、认可你，也是你的造化。赤狄今日只出了2万先锋试探，主力未动，三皇子的10万叛军也没露面，此战胜皆大欢喜。然今夜仍不可掉以轻心。秦小郎君，希望你能喜欢我给你准备的惊喜。都住手！魏叔，清醒一点！他们都中邪了，清心符可驱邪除魔，但人数太多了。大人小心！驱灵潜将技能已冷却完毕，是否释放？是。众将士听令，给我起！这是鬼啊！19殿下走火入魔了！既已沾染阴邪之术，谁能分得清你是人是魔？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他在吞噬阴兵壮大己身，这张脸怎么看起来像是……殿下快走！林策！19殿下被怪物抓走了。欢迎来到赤狄王朝。好久不见啊，19弟。三皇子，你不该来的。他是我的俘虏，如何处置，我说了算。你没有我赤狄铁骑，你能打到关内？退下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赤狄前王后，如今是新任首领拓跋宏雅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不仅知道你是谁，还知道你的命格是独孤将星，以及你马上就要大难临头了。好啊，说来听听，
说得好了，饶你一命。老皇帝在时，你们连年征战，本就内里虚虚。如今跟三皇子合作，折损大批精锐，也只能拿几座贫瘠破城，得不偿失。继续说。如今只占方为上策，我有意促成北境通商贸易，总比占那几座空城划算得多。我凭什么信你？杀了我，三皇子翻脸不认账，大选举国通伐你，赌一把，边境贸易利益可期，换百年太平。帝君新主上位，也需要一番能见到实效的功绩证明自己吧。关于议和，我有更好的建议。如今老皇帝已死，但先前的和亲还作数，你留下来做我的王府。婚姻关系未必比利益关系更稳固。那你就留在帐中慢慢想，我不杀你，也不放你。男人也逃不掉金丝雀的戏码吗？开启气运探查，看看把我带到这儿来的到底是什么东西。检测到邪神之力存在多个分身，供养者需以精血供奉，邪神之力与供养者气运深度绑定。怪不得觉得那个邪神的脸眼熟，太子的密室中就供奉着一个分身。是否兑换灵器、祭魂灯，可反向掠夺邪神之力，成功率78%。有这好东西不早点拿出来？兑换。神尊，宿神体内检测到邪神之气，正在加速净化融合。成功率78%的意思是失败率22%，对吗？别搞我！这是你做了什么？邪神之气掠夺成功，宿主已成为邪神新主人。这病，不然就等死。我撤！撤兵！太子也是邪神的信徒是吧？那得跪下来叫我爷爷了。龙息母妃给他的护身符竟然是上品疗愈灵气，有这么强的力量，拿什么输？将军真的没救了吗？窗口太大，邪气入体，已无力回天。将军他没了。将军，你死得好惨啊！等会儿，谁死了？大人，你没死。真拿自己当肉盾吗？你可是武神命格，怎能死得如此草率？灵气还魂珠可复活3个时辰内死亡之人，不消耗气运值改耗命了。用。将军，林策命格已晋升为我神之体，天赋私身战力倍增。多谢殿下救命之恩。是你先救了我。赤敌骑兵已退，三皇子及其叛军余孽未除，接下来靠你了。是。三殿下，赤敌已退兵，若你现在归降，我会向陛下求情，免你及所属叛国死罪。哼，你们一个被废皇子，一个罪臣之后，5万残兵经过几轮折腾，已然元气大伤，还想在这北境搅弄风云，你可真是不记打啊！不过是小小幻术，拓跋宏雅到底是短视妇人，被你吓一吓就滚回老巢，我可不会放过这大好时机。此战就当做吾等南下攻入京城，夺取皇位的祭旗礼。
遣将去！哼，不过是幻象小技。放箭！放箭！吾乃大玄皇子，背靠先皇后母族，深系大玄国运。你敢动我？我不仅动你，我还杀你！通敌卖国者，如同此料！杀无赦！杀无赦！赤敌已退，再无回还之日。三皇子及叛军皆已伏诛。秦末林策平乱有功，各行封赏。林策封镇北大将军，其父林孝叛国一案经查证为栽赃陷害，复其生前官爵，追封忠烈侯。秦末赐西南封地，封燕王，择日入太庙，行藩王册封礼，谢主隆恩。要去太庙受封，那可是皇气聚集之地，此行定能突破境界之大成。陛下，边关传来急报，秦末不仅活着回来了，陛下还封了他做燕王。什么？他竟然活着回来了，还封了燕王！传皇上口谕，太子勾结三皇子，结党营私，谋害忠良，即日起废除储君之位，打入天牢。秦末，别高兴得太早。终有一日，你夺走的一切，我要一一讨回来。别怪父皇心狠，朕老了，手下10几个儿子，没一个能当大任的，唯有你。先前是朕轻看你了，朕以你只恢复你皇子身份，入太庙册封藩王那日，朕会宣告册你为太子。大玄的江山就托付给你了。我想要的东西，自己会挣到手。什么储君，入太庙那日，老子就是新任帝君。贵妃娘娘，别高兴得太早。高位者向你示好，也不一定是肯定你的价值，还有可能是要把你当祭品。难道这皇帝老儿还有后招？19皇兄回来了也不赶紧来请安，不知道有没有缺胳膊少腿。有你这么咒我的吗？你没事真的太好了。多亏了你的护身符，不然我这条小命也悬了。不对，还有我日夜祈祷的功劳呢。是，北境大捷，公主当战首功。他是帝后命格，可是身边除了太监，并没机会接触什么外男。总不能最后冒出个地下情人跟我争地位吧？你有想好了？你胡说什么呢？不理你了。哎，我就是一问。吉时已到，请藩王升阶。据传北境一战黑气滔天，阴兵助阵，19皇子怕是修习了邪术，非正统修行，怎堪大任？终于还是走到了这一步，待此阵成，朕可永葆青春，坐享万世江山。龙脉气运就在太庙正下方，正午时分龙气最重，届时整个大玄的至纯之气皆可为我所用。受封还需启动法阵吗？燕王秦末一汝之气运，献祭太庙，永保大玄昌荣。只顾着收拾太子和三皇子，忘记你这个老小子了。
论阴毒手段，果然各有千秋。起阵！检测大玄皇帝以封王殿点为名，暗中布下夺运血阵，大玄国运为引，掠夺宿主气运。搞系统说点我不知道的。藏宝阁秘法龙血断体级可强化机能，保住性命，是否使用？用。此法需以真龙之血为引，请宿主尽快取血。真龙之血，我被法阵困，如何屠龙取血？你真以为朕会封你为王？你不过是仗着命格稀小，成为太子替身的一介布衣。朕养了20年的国运祭品，今日该由你践行使命了。不是封王大典吗？陛下这意思是19皇子并非皇室血脉。陛下，父皇，你疯了！朕要千秋万代，朕要长生不老。已获取真龙之血，龙血断体功融合中。真龙之血，真龙指的是我。宿主气运流失速度加快，检测到反制可能。阵纹核心新为国气运牵引，宿主可反向吞噬大玄国运，是否执行？吞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朕的皇气！陛下，他在反向掠夺。宿主反向吞噬大玄国运成功，掠夺大玄皇帝气运值8000点。哼！想夺我的气运，你也配！父皇，此为真龙之象，秦墨才是天选帝君。天选帝君，天命所归。陛下病重，无力理政，即日起由本王摄政，代行天子事。燕王千岁，陛下中毒垂危，此乃妖孽祸国之兆。本座乃天子之事，代天行罚。今日请天雷诛杀此僚，以正天道。天雷诛血！你敢动他一根头发，我灭你9族！无妨，让他来。天降神罚！秦墨，天雷诛血，必死无疑呀！你咒谁死呢？天罚也不过如此，你就这点本事？焚天境碎裂，此子定是百年难遇极品妖邪。秦墨并非妖邪，而陛下只是中毒罢了，中了我下的慢性毒药百日醉。贵妃，朕还没死呢，你这就上赶着给我守孝？守孝？你也配？你灭我母国，杀我父王，抢我入宫，这些年来，我日日在你茶中下的微量毒药，就是在等这一天。贱人，省点的力气吧，这大玄早已不是你的天下，我也终于可以给我父王和子民一个交代。洛贵妃何曾谋害过皇上？你陛下疾病已久，听信国师谗言，欲行逆天改命之术，被邪术反噬伤溃至此，与娘娘并无干系，不是吗？燕王殿下所言极是，国师谋害陛下，当以罪论处，以儆效尤。臣不义。来人，扶陛下回去，好生歇息。秦墨，你可知为何选你做太子的替身？慢些，当心！秦墨，你可知为何选你做太子的替身？为何？因为你们命格相通，此消彼长。太子为达目的，向来不计后果。一旦让他找到反制之法，定会让你形掉魂灭，永世不得超生。陛下还是多操心自己吧。如今你已是砧板上的鱼肉，刚好用来试他这柄刀。秦墨夺我江山，抢我气运，连父皇都成了他的傀儡，凭什么
我才是太子，我才是真龙。乱废什么？陛下时日无多，大权马上就要落入那个假皇子手里了。待他登基，我与他命格相通，此消彼长。凭什么他成了真龙之躯，而我就是被吸干修为的那个弃子？你一介布衣，凭什么赢我？神尊在上，弟子愿以魂灵献祭，求赐无上神力。秦墨，受死吧！父皇，让你走得痛快些，也算儿臣尽孝道了。传国玉玺附着着上古神力，如今终于是我的了。传国玉玺已与我微微一体，此后我即是天命之主。你有这本事，还如此执着皇权做什么？还是说你这修行圣体上品灵根，全是邪神打造的假象？刚在太庙吸收了上古灵气，正愁没地方操练，你自己送上门了。又来。他这个花天酒地知道走捷径的草包，几天不见，怎么功法大涨了？窃取了我那么多的气运灵气，如今不还是凡人一个？哼！你都拿我当替死鬼了，我拿点利息怎么了？殿下，老师俯首称臣，给我下跪，我可以让你死得痛快些。献祭灵魂换来的力量确实比我强，毕竟代价越大，能力越大嘛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们命格相通，本是同根生啊。谁跟你是同根生？已触发被动技能绝境存生，邪神之气与真龙皇气强制融合，可修复宿主一切损伤。现在轮到我了。殿下这功法越发趋向大成了。龙息，怎么你也……太子皇兄，收手吧！做梦 ！Yes！ 儿子打老子，哪有这个道理？你怎么会？不好意思啊，我神魔双修，你的尊上邪神不过是我的灵使之一，我是你主人的主人。这么脆皮，还好意思学人家搞邪术？晚安吧，您内。传令下去，即日起本王登基，改国太玄。为何叫这名字？比大玄强一点。奉天承运，神谕诏曰：秦墨继皇帝位，国号太玄，改元天命，大赦天下，减免赋税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当皇帝的感觉确实爽。封大将军林策为护国公，统领天下兵马，赐铁券金印。洛贵妃尊为太后，奉养后宫，赐金册凤印。原太子妃苏清莹一脉屠龙有功，免其连坐罪责，自请离宫。龙熙，封镇国长公主。臣妹不愿为长公主，臣妹自请入宫为妃。陛下与公主乃兄妹，此举不妥。陛下本不依，非皇室血脉。哦，是吗？是臣僭越了。早就猜到陛下非皇室血脉，先皇可生不出她这样好看的人。她确实是帝后命格，没有另一个真龙，她就是我的皇后。准，封龙熙为皇后，择日另行册封礼。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
皇后千岁，千岁，千岁！我回来了。本是布衣替死祭品，逆吞9天真龙气运，从皇室棋子做到万古帝尊。真的只是游戏啊！刚打下来的江山美人还没来及享受就醒了，不是梦，我真穿了。